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舒肤机械小教室。我是摩羯座的宋凤医师，只讲科学证据的皮肤科医师。我们这个月要谈的是闷热夏天的青春痘啊、油脂分泌啊这些问题。讲到青春痘，身为肌肤监测的医师，我们最不满的其实是复杂化。青春痘你常常听到的是角质增生异常，然后有细菌感染、出油量太大、荷尔蒙、熬夜、吃药、月经，然后连跟你妈聊天聊太晚，对吧？然后念书太勤快啊，然后上妆啊、粉底啊，乱七八糟，原因那么多，有时候想一想，连冬天吃麻油鸡都会出问题。那青春痘其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跟各位讲，从肌肤监测的角度来看，青春痘只有一个原因。那个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毛孔堵塞。那毛孔堵塞可能是因为角质异常，那往往是因为乳化错误了，就是当你把油管跟水管塞住以后，你的角质就没办法乳化了，没办法乳化，它会塞住毛孔，因为塞住毛孔，它才会有后续的问题啊。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后续问题跟各位讲清楚。身为皮肤科医师兼肌肤监测医师，我常常关心的是，你在看一个疾病的时候，能不能像那个端午节的粽子一样，你把那个粽子那个拎起来，然后它所有粽子跟你走。那如果一颗一颗一颗，我跟你讲，你光抱着你已经抱不完。青春痘我们常在讲控油，好，那为了控油，你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你可能要去做一些雷射，你可能要擦 A 酸，你要吃 A 酸，对不对？然后可是就算控油了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如果你毛孔是塞着的，它本来就会缺氧。在厌氧环境下，不管你油控的多好，在厌氧环境下，你的痤疮杆菌都会增生。然后再狠一点，你的毛囊螨，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谈的那个酒糟玫瑰斑的毛囊螨也会增生，然后你就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毛孔发炎。换句话说，控油一定不是青春痘的真正解法。如果控油可以治疗青春痘，你就不会看到厌氧的那个痤疮杆菌增生。那跟各位讲一下，重新再讲一下青春痘的控油是果，就是你好好想想看，我们在之前都跟各位报告了，如果你把皮肤的出油量、出水量都控制好，然后它们能够很顺畅出来，你的皮肤就会乳化。你的皮肤能乳化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你的油会被乳化成你的酸性保护膜。这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皮肤滋润，因为你的脸上有酸性保护膜，而且你不会觉得你的油很多。你会觉得你的油很多，是因为你脸上的油没有办法乳化，然后变成废油。这时候你去控油，往往控住了。你要知道，所谓的控油，它会刺激或者会抑制皮脂腺的分泌，然后这些东西往往会刺激真皮。因此，如果你注意到你自己很认真的控油，很认真抗痘，你的青春痘跟粉刺其实是没办法完全避免，但是你会很容易变成敏感肌。因此，青春痘要不要控油？因为油是辅因，请你去维持你皮肤的正常代谢，这才是真正的结果。不要做控油的动作。我们常常在讲，青春痘的治疗里面其实难度不高。你会发觉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当你没有去做控油抗痘，你只要好好的运动几下，你看那些运动员，他们脸上其实不太有痘子，或者就算有痘子，很快就代谢掉。这件事告诉你什么？这件事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出油出水，然后你的皮肤能够正常代谢，而不是控油。所以青春痘的治愈在这里，第一个，不要错误的控油抗痘，不要错误的擦防晒品，不要错误的遮蔽它，然后过度的洗脸，让你的皮肤过度干燥，使得角质堆积。如果你能够好好的维持你皮肤正常的出油出水，然后正常的运动，然后避晒这样子，你的皮肤其实是可以治愈的。这就是青春痘的治愈法宝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你们看我这么卖力的表演，对不对？然后给各位这么多知识，然后还要装的跟鲁夫一样，这样很辛苦，对吧？那你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一下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鼓励一下我们的小编？不是我，因为你再鼓励下去，他下次可能叫我扮那个小美人鱼里头那只章鱼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谢谢各位。